实在是高段位哦。Hello， 观众大家好，我是阿万威尔姐夫。当大家觉得 VR、AR、Vision Pro 等等科技已经过气的时候 ，Meta 就来了一个大新闻，把自家的一体机操作系统开放给第三方硬件厂商，还有把原来的 MetaQuest 应用商店跟实验内容商店 AppLab 合并，让更多中小型应用增加曝光流量，把内容生态弄得更加健康啦。今天这期视频我会分析一下这几个 Meta 重磅消息对于未来的 XR 业界以及现在的网站们有什么大影响。那我废话不多说了，直接开始吧。Meta 公司的掌门人扎克伯格在北京时间4月23日凌晨宣布，一体机 MetaQuest 3的操作系统将会改名叫 Meta Horizon OS， 以及 Meta 正在与多家顶级硬件公司合作，设计全新的 VR 虚拟现实和 MR 混合现实头显，而且这些头显会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进行优化。例如 ASUS 华硕旗下的 ROG 会推出一款专门针对游戏优化、支持震动返回周边配件的高性能游戏头显。Lenovo 联想会利用之前跟 Oculus 共同设计 PC VR 头显 Oculus Rift S 的经验，去开发一款足够轻便，只要连上电脑就能够随时随地用于工作、学习的 MR 混合现实设备，还有一款专注于沉浸式娱乐内容，也能用来看电影和视频的高分辨率 OLED 头显。而 Xbox 则会跟 Meta 合作，推出限量版的 Xbox 版 Meta Quest， 包装里自带 Xbox 手柄和 Xbox Game Pass， 一开箱就可以玩到虚拟剧屏 XGP 的云游戏。此外，还有一个硬件品牌，这次宣传没有提到，但根据过往新闻资料显示 ，Meta 还有可能跟 LG 合作，推出针对运动健身场景的头显，并且会很轻，而且配有吸湿排汗的物料。由于 Meta 的最终目标是想利用开源模型去推动下一代的计算平台，所以会把旗下的 AR 眼镜和 VR 头显上的操作系统 Meta Horizon OS 开放出来，让更多的公司可以在上面构建不同的东西。经过10年的开发，这个原来的 Quest 系统由谷歌的 AOSP 底层进化到现在拥有混合现实能力的 Meta Horizon OS， 目前已经可以实现非常多的功能啦，例如无视物理距离，让一个人出现在眼前，把各种虚拟物体，例如虚拟大屏放到现实世界里，在全虚拟世界里探索和互动，支持所有开发者把自己的 VR、MR 应用放到 MetaQuest 应用商店等等。第三方硬件厂商可以跟 Meta 共用同一个操作系统，意味着所有头显都可以利用 Meta 已开发好的 XR 技术，例如内向外追踪、全新骨骼绑定、手势识别、场景识别、共享空间聊点等等，不用重复造轮子，还可以引入目前最大的 VR 内容库 MetaQuest 应用商店和共享同一个社交圈，也就不用担心在 MetaQuest 上买过的游戏和增加过的好友会不见了。不过要注意，目前 Horizon OS 的开放只是面向选定的合作伙伴，需要在 Meta 取得许可后才可以使用。至于国内 XR 厂商的话，考虑到 Meta 的服务被抢的原因，如果真的跟 Meta 合作的话，也会是一套特供系统，这个后面再展开说啊。说回 MetaQuest 应用商店，随着这次战略升级，也要改名为 Meta Horizon Store 了。同时，为了让开发者的作品能够更容易接触到目标受众， Meta Horizon Store 和 AppLab 将会合并一起。要知道，以前很多 AppLab 上的游戏和应用搜都搜不到的，只能靠打开连接找到。现在的 AppLab 将会在Horizon Store 里有一个专用区域展示开发者的一些快速开发、比较实验性质的 VR、MR 游戏和应用，也可以更容易快速在平台上发布了。同时 Meta 还在开发一个新的空间应用框架，利用各种工具帮助移动端开发者的移动端应用带到 Meta Horizon OS， 变成窗口应用，或者创建全新的混合现实应用也行。小扎也补了一句，随时欢迎 Google Play 的 2D 应用商店加入 Meta Horizon OS。如果成功引入的话， Horizon OS 就会跟 Vision OS 一样，一下子拥有海量的安卓窗口应用。看来苹果 Vision Pro 的发布给到不少压力 Meta 啦。上一年在发布 Vision Pro 的前几天抢先发布 Quest 3， 今年就赶在 Google I/O 大会前宣布开放操作系统，实在是高段位哦。VR 应用商店开放的同时，玩家用户除了 VR、MR 游戏和应用外，还可以选择去玩自己熟悉的应用，例如想串流大屏玩云游戏的话，可以到 XGPU； 想无线串流玩 PC VR 游戏，可以用 Steam Link。或者 AirLink， 整个生态内容会慢慢健康起来的。其实谷歌之前有尝试说服过 Meta 放弃 Quest 平台，转而加入即将推出的安卓 XL 平台。现在各大厂商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了，
应该直接采用 Meta 刚发布的 Meta Horizon OS， 还是加入未知的安卓 XR 平台呢？根据目前的消息显示，三星已经确定跟谷歌合作，希望把安卓时代的地位复刻到 XR 领域上。我猜应该是类似于 OEM 的形式，不包括 Google 的关键服务。这样就可以做到定制化的 XR 系统。不过要等到5月14号 Google I/O 发布会上才知道更多安卓 XR 平台上的细节。而 Meta 这次的开放操作系统也有点像是要成为 XR 界的安卓系统，虽然听上去挺美好的，但目前 Horizon OS 只提供给特定的合作伙伴，明显跟安卓开放源代码项目的理念背道而驰。因为 AOSP 才是真正的开源，能给任何人使用的。而且正如我一开始所说， Horizon OS 其实就是基于 AOSP 开发的，这个有限开放的确定就让我有点难评了。或许 Meta 真的跟腾讯合作以后会更加开放，但目前来说我还是保持着观望态度。国内的用户还是更倾向于 Pico 的平台，毕竟也跟 Meta 一样有类似的内容生态系统。 一样可以为国内用户提供丰富多样的应用和内容选择，这样想要在国内进一步推动 VR 和 MR 普及，虽然还是有些障碍的，但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虚拟现实和混合现实这类新媒介，就看今年海外、国内各大厂会搞出什么花样出来吧。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这次 Meta 的开发呢？觉得腾讯或者其他国内厂商跟 Meta 合作有戏吗？ 或者你更倾向于谷歌的安卓 XR 平台？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一起讨论一下哦。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有其他补充资料，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喜欢这影片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支持一下姐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接受我的更新通知。姐夫在 B 站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哦。这里是长玩 VR， 一个集愉快体验和银河战神的 XR 爱好者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